早，超能力学院的学生们再次出动。昨天晚上回去过后，心情还是挺自责的，可能也害我的主任没有拿到一个名额。虽然单元一灵感官能组并没有胜出，但来到单元2的风水能组貌似有个高手。据我听说啊，我应该是这些人里头唯一一个术数专业的了，而且这个风水也是我的专长。居然说得那么嚣张。我觉得我只要平心静气，应该还是蛮不错的。因为我呢没有正式的去接触过传统风水，我学的是能量风水，也是治疗系的。在风水这块的领域，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。我们这组风水的代表呢，肯定是林鹤。我觉得是林鹤会上场的。今天我代表我们小组出战啊，我势在必得，势在必得。你们3个全权决定就好了，法明导师也就不用参与了。今天能组去哪里研究风水呢？很多人以为地理环境学上说的只是阳宅，也就是家居风水，其实阴坟才是最重要的。百善孝为先，只有先人辅助，后代才会富裕，所以先人坟墓必须要看。这里是整个墓园是学阴宅最好的地方，是不是先学看东南西北坐向，寻找一个好的墓园？没错，我们可以先看指南针，里面标示东南西北，对吧？为什么指针不停跳动？第一是磁场干扰，第二是我们在看阴坟有阴气存在。作为风水师，我们会使用军用指南针，量得更精确。我不懂风水，我应该选什么方向？在我们学派中，其实东边和北边属于较高的地方，对，这些已经属于靠山，坐东向西最好，对，或坐北向南，在国内算是最好的。学完方位就要开始学气，也就是怎么看山脉，先天地理环境，也就是所谓峦头风水。当风水纳气纳得好的情况下，自然有天地庇佑。山不能凸，也不能奇形怪状，这就是一般认为的好山脉。怡保是以山多茂密著称，能不能代表这边气特别好？现在看到后方有座山，这座山向东，是在我们学派中西边要低。可惜的是，这里有一座小山，其实这座小山已经会影响后代财运与争执问题。那我们北方的这个地理地形呢，它是一个平原的地区，所以很少有这种山地。那来到马来西亚呢，我就发现啊，好多山地，好多丘陵啊，这个东西呢是我所欠缺的经验，所以我要跟法明老师学习这方面的知识。来到阴宅，法明导师当然不会只教口头上的东西，当然还有风水的实践。你们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推断这个墓的后人财运如何？我们呢有风水师、天眼师与道法师一同看风水。我呢是靠感应那个人的气场和那个坟墓的气场，然后会开始慢慢浮现一些画面。风水师的确可以看到地气。更主要的呢，我就是拿4象的方法，就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嘛。山长人丁，水长财。要判断是否龙脉，其实我们是需要天眼师配合连接。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在墓地去跟先人啊去做这种沟通。有几种颜色的光当中给了我答案。究竟赖氏后人的财运如何？展兵是有的，有的，意思是有些钱，有多富有可以形容一下吗？有一定的那个能力在的。
展斌给出的答案太抽象了。好丽嘞，赖先生呢是有自己的生意的，生活呢还是过得去的，也可以养活他的子女们。好，林鹤，这边的位置是朱雀位，首先它有一个抬头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藏风聚气的，但是它收气收的并不好，仅能说是稳定。青龙环抱啊，山长人丁水长财嘛，肯定是能生孩子，子孙子嗣这方面会比较兴旺。有一个山，但是没有水，且非常稳定发大财其实很困难。林鹤说的头头是道，究竟正不正确呢？好了，赖先生，你们家里很有钱吗？不是生活过得去，子女还可以。自己有没有做生意？有一些生意，但经营怎么样？可以维持。你有多少兄弟姐妹？2个儿子，4个女儿，有2个过生的。那么共有8个孩子。林鹤果然众望所归，连子孙兴旺也答对了。特别是林鹤表现很出色啊。第2单元是风水，也是他的专长，再加上前一天开通了直觉眼，一个通灵能力，所以2方面配合之下，他今天表现不错。拿水！刚开始他都已经翻白眼了，都不行了。没关系，他这个不是中暑，他是邪气入体。在怡保，街上有许多年代久远荒废的房子，因为年轻一代搬走，所以很长时间无人居住。道元老师选择了其中一间做实地风水教学。这个屋子呢，也是很长时间的，有一定的这个年代了。上面这个榕树全部这个把它这占领了。因为人气不纯的话，它阴气就会滋生。所以看到这个地方的话，它整日不见的阳光，所以有阳气不能够入内，对，然后又没有人气去滋养的话，这个地方就当然会滋生这个阴气。这个屋子已经没气了，已经说没有人气了，所以它只有鬼气啊或者灵界的这种气息在这里了。我觉得这个房子都那么多人，没有那么多年没有人住了，然后肯定是有接近那些冤亲债主都住在里面，而且你看他们的那些树根啊，都爬在整个墙壁，真的是很严重，所以这边的阴气肯定是被那些东西都住在里面了。我在这里有发现了道五芒星，那这个道五芒星在巫术来说呢，是连接这个恶魔与撒旦的符号，环境跟它的结合呢，它的能量更加的强。有没有闻到那种淡淡的香樟味？有一点。这就是瘴气啊，就是瘴气。你看起来好像没有，其实实际上呢，我们离那个灵界是非常非常近的，也许它就在我们的眼前。只要你有祖师印，那么他就知道我们是修行的人。这就是叫灵官印，也称之为泰山印。然后的话，我们放在我们的这个肚脐眼以上的这个位置，那么就会保护我们的元神啊。不只是学员，道元老师也交给幕后工作人员。但奇怪的是，有的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。拿水。有碗吗？他这个不是中暑，他是邪气入体。刚才那个客人他就有要尝试，然后可能在里面他试不到，他就做不到那个手诀，然后可能是有那些冤亲债主，他就会看到这个就好像冇火锅嘢咁樣，他就要去弄它这样子。道元老师一直在强调，学习风水先要懂得自我保护，再帮工作人员封身，但同时也教学员遇到危险时要如何处理。你喝点水，然后我在后面帮你封一下身。对，一定喝完啊。
喝完就好了。跟父母亲，跟父母没关系，不要吐，不要，我给你分个身。就是把他邪气啊，一边拔一边念咒啊。你们去到阴气的地方呢，一定要告诉他，我们是修行的人，然后的话我们有祖师爷的，你们不能靠近我。如果假如你要去一些阴灵的地方的话，你要先做好这种准备。校长丝毫为确保学员有所收获，特意设立以下考核，观众你们也来试试看吧。以下是快问快答，如果墓碑裂开，证明什么？后代会出问题，要么就是破财，要么就是身体出问题，主要看裂在哪里，是上面还是下面，是左边还是右边。如果坟墓附近杂草丛生，代表什么？就是自己的子孙后代，要么就是杂事琐事比较多，要么就是他的前程会不稳定，影响发财。前面说的都对，婚姻是感情，它会比较乱。墓碑上都会写一些字，该用什么颜色写？红色。它还代表什么寓意呢？不知道。红色、金色是最好的，而且它们能量会比较大，就是带给后代的东西会更多，也可以挡煞。四周墓地如果比自己的墓地高，会有什么问题？它的左边比较高，家中的女丁可能就会受到一些伤害。那么右边高的话呢，可能就是家中的男丁啊，可能就会受到一些伤害。改善的方法就是把它砌得一样高，或者比它高就搞定了。暂时3个人中表现最好的就是林鹤，他的基本功真的很扎实。好啦，马上进行考核。前面有3张图是3个阴宅，如何看出其中一个阴宅的后人是享誉国际、全球认识的名人？古人相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先人葬得好，子孙自然有福音。我看见展斌用灵摆，可能刚才他看阴坟时连续错了几次，他失去信心，现在找辅助。因为我就让它垂直的摇摆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打横的摇摆。只有 B 是打直的摇摆，所以我选择答案是 B。Lily 也是用通灵，没错，他用直觉。我的选择呢是 B。当4号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突然之间很强烈的感觉，就觉得就是 B， 因为它出现的时候呢，有点像是灵感观的测试，找到同一条线的这个源头。Lily 和展斌都是选 B， 那林鹤选的是哪个呢？因为始终是图片，对林鹤来说有点难度。风水师靠的是现场勘察，坐向和周围环境都很重要。仅凭一张相片，他能猜出答案吗？哪个墓地的后人他能享誉国际？那我选择的是 B， 背后有靠。那这个靠是什么呢？可能就是靠山，因为它的这个墓地正对方向的左边，它其实是一个楼梯，那它这边其实是下行的。那左为青龙，为男生，那右为白虎，为女生。那这么一看就很明确了，就是男生一定要比女生弱嘛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享誉国际的这个人呢，她肯定是一个女性，比如说一些娱乐行业呀。或者说是抛头露面的呀，艺人或者歌手。不负众望，答案就是 B， 而且的确是一位女性艺人。答案绝对不会是 A。第一点，日久没有修缮，而且斜对面有电线杆，这个主人家有病，他的后代也有问题。C 图后方的靠山呢，根本不够高，而且疏松。这个墓主是有钱，略有名气，但不太大。单凭一张照片就说出了全部，也难怪林鹤那么有信心。我应该是这些人里头唯一一个术数专业的了，我势在必得。我尝试过宫给你们，看看你们能否提升自己的能量，好吗？开始接收时，它还有一股精传的气。
把爱潜意识想进自己身体，把这股气吸进自己身体之后，他身上的灵帮他运行，身后已经出现了一只狐狸。他其实自己不想的，但他的阴神喜欢吸阳气，排毒，不停排毒。狐狸有3条尾巴，本来3条尾巴全是黑的，在风水导师传送时帮他清除了1条尾巴，不停的抗拒。因为我的下一位是菲菲。其实我全身在颤抖，就是有一个气啊，就是乱窜到我的身上，很浊的那种，像是我们去一些阴宅的那种，你会感受到那种闷感，感觉后面已经要晕过去、晕倒，再撑下去，我应该是人倒下去的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，不经意将我们的气全部吸过去。师傅，他应该撑不住了，他应该撑不住了。你不要用力嘛。菲菲。啊，不行。手，他的气真的是，好黑啊，好黑啊！完全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突发情况。刚才的状况其实很危险，我怎么叫你小胖子？因为你被这种阴气不断利用身体，吸收各种东西。他常以为这种能量是不是给了他通灵或人生任务？我说这些都是心魔，我想要把他的心魔排开，回到正常状态。没有想到对别人的伤害是这么大，就觉得好无奈哦，很想去除，但不知道该怎么去除掉了。也许这就是天命，遇上风水导师，重启人生。风水师傅呢和他的3位学员就来到了我们 Simon 的屋子里面。那你觉得你自己家里的风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呢？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聚财啦，不聚财啊，全身都不聚财，是也就是守不住财。放眼望去，Simon 家里已经摆满佛像，这样的格局，风水理应不错。风水导师是时候出手了。我来马来西亚比较突然，没带罗盘，但民间有很多法门，用一支针、一个碗，我们尝试通过一支针看风水。风水那句名言怎么说来着？天地万物皆为我所用。一根针放在水里面浮上来还是沉下去的？沉下去。啊，你们都有读过小学，看来。好，那要不要试试看？来，咱们试一下，试一下。针啊，然后舌头擦一下。我没练这个了。哦，谢谢了。自己想想办法试一下。浮了一下。但是我就有方法让针浮在水上。我们这里呢，准备了一张符。哎，七师兄啊，可以给我一支香吗？哎，小文帮我点香，1支就够了。对着这个碗顺时针呢转3个圈，针定乾坤，水引八方。针定乾坤，水引八方。昨天教过大家写个雷字，这样肯定能浮起来，是吧？把这张纸插进去。哇！转3个圈，我们观察这支针最后的针头指向哪方，那就代表那里出现了问题。哎，师傅，现在好像平了。上着那边。好，我们过去那里看一下。看指向呢，是指这个地方。阿七的家里只有这个地方全是奖杯。全部都是水晶，水晶的能量很大，放射性很高。能量放射的越大，无法聚气的话，容易导致散财，因为藏风聚气。
但这里的气是散的，所以导致他浑身不聚财，这也是重要的原因。还记不记得风水导师上课前还教过大家一首诗？长风聚气手中堂，两门相冲财难藏。原来这首诗里面藏着 Seven 家里的风水问题，一起看看这3位学员学了多少吧。答对，我会给好的手势；答错，给不的手势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好，这个大门对面的大门还对着这个窗。这个地方是两门相冲才难藏，这老师教的两门相冲才难藏。这门与那门，这个位置是正确。Yes， 来。这边的，确定这个是吧？对，对了，这个靠楼梯。OK， 这个位置是没有的，错。好，这边很凌乱，也是错。口诀，这边吗？错的，错。你完全没有从口诀出发。不知道是不是早上的过功影响了 Ivers 的心态，让他表现不太理想。再来是这边博览口。OK， 这个地方是正确。这里。这里是什么？凌乱。这里也不算，因为是厨房，这里错误。器材。太杂乱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对，这个是正确的。这里。对厕所。对的。虽然过功之后菲菲身体不适，但作为超组最强战力，表现十分稳定。现在在大厅中间，好像对得上导师教的那句“长风聚气手中堂”。是，你要找出9个有问题的地方。不好意思，你好像理解有点错误哦。连问题都没读明白，小文赶紧去洗把脸。背空无一人散乱。你觉得在这个位置，答案是这样的。好，你现在只猜对2个位置，明白？这里有问题，门对窗。这里是时间快到了哦，有问题，确定吗？是，对的。3秒、2秒、1秒，好，结束了。结束。虽然小文一直在背诗，花费了一些时间，但幸好最后答对3题。我年轻的时候呢，我也很喜欢四处去算命，然后去到一位老师那里，当时是没有电脑起盘的，然后老师就一直起棋，慢慢计算，慢慢写。但是现在有电脑和数据的帮忙啦，不管是八字啦，还是紫微斗数啦，都可以很快的帮你推算出。那么在时间上呢，也是节约了很多起盘的时间了。经过长时间的训练，那我相信这个计算呢，肯定会更加精准的。想看更多超能力学院的绝密内容，马上扫2维码登录。下一集，学员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恐怖考核。好恐怖啊！单元2风水终极题目，请在你们即将到访的3个选址中，选出哪一个曾经发生过重大事故。当他掉在地上那一刻，代表受到攻击。他现在应该无法表达什么，因为地势上空。究竟哪一组能夺得决赛第2个席位？